很多人买家电都去挑便宜款，一方面是因为装修完房子手头确实拮据，另一方面会认为家电更新换代的快，没必要买太贵的，选个基本款用几年，淘汰了再买新升级的款式。不可否认，有些刚需家电技术上相对比较成熟，即使是选择入门款也能满足日常需求，但有些家电却是一分钱一分货。比如以下这4种电器，建议你有钱就买好的，没钱还不如不买。如果买便宜货，问题太多，使用起来也糟心。1. 投影仪。家用投影仪相比于传统的液晶电视，可以投射出更大的屏幕，能够满足沉浸式的观影体验，所以很多人都会考虑在家里安装一台投影仪。但是大家发现没有，这货价格跨度太大，便宜的才几百，甚至不到1000元就能买到，而贵的投影仪几千元到大几万的都有。那便宜的和贵的投影仪到底有什么差别？其实它们主要的区别就是画面的清晰度和亮度。如果买的太便宜，那真的会影响观看体验。简单来说，就是大白天的还必须要拉上窗帘才能看，晚上想要画面的清晰度高一些，就必须要关灯观看，可以说非常影响观看体验。另外，便宜的投影仪通常噪音也比较大，机子用没多久就发热的要命，所以如果你买投影仪是打算放在客厅代替电视使用的话，建议你选择投影仪的分辨率最低也要达到 1080p 或抖 4K， 流明亮度至少要在2000 ANSI 以上，这样才能达到相对比较不错的观影效果。但通常这种配置的投影仪价格普遍偏高，一般都要大几千甚至上万，所以如果预算不高，还不如去买一个价格低一点的液晶电视更靠谱，至少在画质和清晰度方面足够满足需求了。2. 集成灶。集成灶和传统的分体式烟机相比，吸油烟的效果更好，造型更美观时尚，而且集成灶还具备多功能一体、更节省空间等特点，因此特别受到厨房面积较小或者想做开放式厨房的用户的青睐。但是市场上集成灶的价格也是参差不齐，从几千到上万元不等。很多人会因为集成灶的油烟吸净率都差不多，功能也类似，同样都能使用，干脆就买个便宜的入门款。但是我奉劝你不要买那种太便宜的，因为低端的集成灶大多是那种半模块设计的，一旦某个零件坏了，可能就全部换掉，维修成本太高了，而且比较贵。而贵的集成灶则是相对独立的，比如烟机灶具部分、蒸烤箱部分以及控制面板，很多部件可以独立的拆卸，而且相互电路，互不干扰。说白了，就是哪坏了就修哪里，更换方便。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噪音的区别，便宜的集成基本都是定频电机，双向风道，使用时噪音极大，而贵的集成灶大多数搭载的都是变频电机，采用单向直排风道，大大降低了噪音问题。所以如果想买集成灶，要么买高端的，要么干脆别买。与其买一个普通的入门款，天天用着糟心，还不如花同样的钱去选择一个大牌的分体式油烟机。3. 洗碗机。洗碗机说它是新时代懒人们的福音，一点不假。很多人买洗碗机的初衷就是能够解放双手，代替自己做家务，但是太低端的洗碗机冲洗力度小，清洗方位也不全面，像这个深一点的碗就洗不到了，而且烘干效果还不好，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另外太便宜的洗碗机一般容量都比较小，没办法用来洗锅，使用感上大大降低，根本达不到完全解放双手的效果。比如入门级别的洗碗机基本上都是涡流式清洗方式，不仅清洗效果差，还容易留下水渍。另外多数是采用冷凝式烘干，基本就是余温晾干，烘干效果差，用久了就会滋生细菌。而进阶级别的洗碗机清洗和烘干技术都相对成熟，一般都是喷淋式清洗，清洗范围广，力度强，可以更彻底的去除餐具上的油渍。另外在烘干方面也采用了更为先进的热风烘干或自动开门烘干，不仅烘干效率高，而且干燥效果好。除此之外，贵的洗碗机一般容量也大，大点的锅具摆放也毫不费力，而且在功能上也更加全面，比如有分层洗功能、消毒杀菌功能、72小时存放功能等等。显然这些优势也大大的提升了使用体验。4. 扫地机器人。扫地机器人被很多年轻人称之为居家必备神器，目前市面上的扫地机器人几百元的也有，但是你想让它听话，帮你承担家务劳动，那价格最少也要1500元以上的。便宜的扫地机器人和贵的区别，除了吸力大小不同之外，还有就是导航性能。一般便宜的都是那种陀螺仪导航的，基本都是随机式的清扫，撞到哪儿是哪儿，通过碰撞来改变方向。
不客气地说，就是人工智障。而贵的一般的都是 LDS 激光导航以及地图规划功能，导航的精度比较高，碰到东西的时候它知道避让，家里面的各个角落也都能够清洁到位。所以买扫地机器人想长期使用，就不要买太便宜的。市面上很多千元级别的扫地机器人，多数是杂牌产品，品控差，技术性能落后。虽然打着激光导航和大吸力的宣传口号，但实际用户的反馈体验极差。想要拥有一个精致的家居生活，注定离不开一些实用的小家电。正因如此，很多家庭都很舍得在这方面投入。但是有一说一，好的电器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痛点，但也有一些小家电却是打着高科技的口号来收割智商税的。本期小东就结合网友们的真实反馈，来告诉你6种不建议投入的小家电，劝你别再傻乎乎的搬回家了。1. 豆浆机。当养生突然成为一种趋势时，豆浆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热销品。很多人想着自己榨的豆浆自然要比那些添加大量糖和添加剂的豆浆喝着健康，于是纷纷跟风购买。然而用过之后才发现很鸡肋，远远没有想着中那么好用。豆浆研磨得比较粗糙，口感差也就算了，关键是豆子稍微多点，还容易外溢糊底。另外，豆浆机太难清洁，这也是被大家吐槽最多的地方。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豆浆机也逐渐跌下神坛，几乎成为家庭闲置率较高的小家电之一。网友@61妈妈，豆浆机功能太单一了，用它打玉米汁根本不行，太差了。打豆浆也是粗不粗、细不细的，过滤麻烦不说，拉嗓子还不香，堪比垃圾中的战斗机。网友家乐乖乖，地雷某阳豆浆机，入手发现真的很一般，豆浆粗糙，必须用过滤网过滤，没有破壁机打出来的香醇，研磨时的噪音还比较大。虽然标注的功能比较多，但基本没啥区别，只是时间长短的不同。自动清洗也形同虚设，根本洗不干净。2. 低糖电饭煲。低糖电饭煲号称是一款脱糖减肥利器，依靠健康养生的宣传口号，吸引了一大批糖尿病患者和减肥人群的芳心。有人说它是黑科技，也有人说它是智商税，那真相到底如何？这种电饭煲真能蒸出低糖饭吗？其实所谓的低糖电饭煲工作原理很简单，就是过滤掉部分淀粉来达到减糖的目的。但是通过降低米饭含糖量就能降血糖，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说白了，这完全是偷换概念，就是妥妥的智商税。网友炒麦粉，家人们别再去当冤大头了，这玩意就是智商税，没有用。虽然去掉一部分淀粉，但摄入总量也提高了，最终摄入的热量没有区别。网友小勇，过滤掉米汤，少了淀粉，也少了其他营养素，长期食用低糖米饭可能会导致维生素的缺失。想减肥健身，最有效的方法是用小米、荞麦、燕麦等粗粮代替大米，达到控糖的目的。3. 榨汁机。市面上的鲜榨果汁一杯就要10几块，甚至是几十块钱，价格真的太贵了。于是很多朋友想着还不如自己买一台榨汁机划算，想喝什么就自己榨什么。但等到真正入手时，才发现使用率太低了。原本洗完水果就可以直接吃，现在还要削皮切水果，然后再榨汁，结束后清洗也是相当麻烦。榨汁机里面所有的零件都要一一拆开清洗，最终的结果就是用过几次就闲置吃灰了。网友爱尔兰咖啡，家用榨汁机没想象中那么好，想买的千万要冷静，剥皮太麻烦，有那个时间我都能再吃3个成了。另外用它榨成汁起泡沫不说，而且果渣太多了，特别像别人在嘴里嚼成泥又吐了出来。网友史努比的生活听劝，别买榨汁机，鸡肋没用的东西，要吃水果就直接吃，方便又健康。榨汁破坏了水果纤维，让糖更容易吸收，反而容易长胖升血糖。4. 除螨仪。现在网上随便搜一搜，各类除螨仪的宣传铺天盖地，又是紫外线，又是热风，又是拍打的，都是号称可以达到99%的除螨率。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家里的小孩对尘螨过敏，花了快2000块买了个除螨仪，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这玩意真有他们说的那么神吗？直接说结论吧，大多数的功能其实都是对螨虫无效的。曾经有专业人士做过实验，除螨效果与吸力大小相关，而与紫外线、热风、拍打都无关。说白了，就是大功率的吸尘器比除螨仪效果更好。所以说，如果你花大价钱买个各种乱七八糟功能的除螨仪，那么恭喜你，大概率是被坑了。网友不过敏的老魏，虽然会得罪一些品牌方，但我还是要说实话，买个吸尘器再买个除螨头，效果远远比大牌除螨仪实用多了，别再多花冤枉钱了。网友月月不绕弯，除螨仪妥妥的智商税，我用了半年了，简直无语的地步，吸尘功能太差了，
头发和黑色灰尘颗粒这些完全吸不走，每次还要手动清理一遍，靠它拍打和紫外线完全杀不死尘螨，反而到处飞起，既没效果，浪费时间，还费腰。5. 折叠洗衣机。折叠洗衣机也叫迷你折叠洗衣机，卖点是可折叠，好收纳，不占地儿，号称是懒人必备。但事实上，买过的人基本都后悔了，因为用着太鸡肋了。首先就是容量太小，只能清洗部分内衣和几双袜子，想稍微大点的衣物都是奢求。其次，清洗能力也不够好，说白了就是揉搓力度也太小了，连番茄汁和酱油这种污渍都洗不掉。另外，这种塑料的设计导致见水后按键还常常失灵，还有漏电的风险。网友性感奥利夫折叠式洗衣机，不要被懒人福音迷惑，需要手动加水，排水太慢，内部还容易挂污垢。洗袜子5双封顶多了转不动，每洗一遍还要手动拧水，真不如手洗方便。关键是它竟然还洗不干净，200-300的废物，说的就是它。网友小摩的买之前鬼迷心窍的觉得会很方便，用过几次就发现很鸡肋。盖子松洗的时候水会溅出来，而且全程要自己加水、换水、排水，超级麻烦，甩干也甩不干。几百块的东西懒得退了，就当交了智商税了。6. 电动烘干晾衣架。电动烘干晾衣架其实就是打个高科技口号，收割智商税的产品，不接受反驳。电动晾衣架与老式的传统晾衣架相比，不仅有基础照明，还能电动升降功能，确实很实用。但是那种多功能于一身的电动晾衣架就是妥妥的智商税，什么紫外线杀菌、热风烘干的，看似很高级，实则很鸡肋。烘干效果差不说，而且还特别的费电，还不如挂在阳台上风干效果好。这种鸡肋体验并不是我个人观点，而且无数人踩坑的经验教训，动辄3-4千的售价，依靠它来烘干，还不如投资一台单独的烘干机呢。网友爱吃汉堡的安琪拉电动晾衣架，烘干功能真的是智商税。买之前想着下雨天有烘干功能能挺好，安装之后才知道根本没有，吹出来的风还没吹风机热，想吹干衣服等猴年马月了。网友毛毛的家电动晾衣架，别买什么烘干、杀菌的，这些鸡肋功能都是为了加钱设计的。我家也买了，花了3000多大洋，啥紫外线消毒、烘干都是骗人的，效果形同虚设。结语在这里也想奉劝这些小家电厂商，打着高科技的口号却收割智商税的产品，终究是走不远。当消费者意识到被骗后，损失的不仅是口碑，最重要的还有诚信。家用电器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对于一些新型电器，大家对他们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好像装与不装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让人纠结不已。比如下面分享的这4种家电，装了的和不装的网友都纷纷喊后悔。那到底要不要装？或许看完本期内容对你会有所帮助。1. 净水器。家用净水器号称是可以改善用水水质、提高饮水健康的一种新型厨房家电，也是代表家居生活品质感的电器之一。没装的人后悔，网友汤圆很圆，当初功课没做足，只装了前置过滤器，没装净水器。前置只是起到初级过滤的作用，过滤出来的水不能直接喝，平时也就拿来洗洗菜和水果。想要泡茶或者喝干净的水，还得买矿泉水，或者去小区楼下打纯净水，太费事了。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小妖歪，我家是新小区，又是高层2次供水，担心水质差影响口感，花大几千装了净水器。但说实话，这东西不是一劳永逸的，装了后期还需要维护，滤芯每年都要定期更换，不然堵塞影响水流不说，还会造成2次污染。而且这个净水机还会产生废水，满了之后要人工倒掉，不仅浪费，还比较麻烦。后悔装了净水器，不如喝桶装水方便。小东建议，说实话，绝大部分城市自来水都是合格的，烧开了喝完全没问题。但如果你家水质不好，水垢较多，或者自来水有漂泊粉的味道，那安装净水器很有必要，可以改善水的口感。但也要考虑后期的换新成本，不然买得起用不起，还不如直接喝矿泉水省心。2. 洗碗机号称是缓解家庭矛盾、解放双手的神器，比手洗的干净省水不说，同时还能消毒、杀菌、存储碗筷，完全取代消毒柜。没装的人后悔，网友幸福的西兰花真后悔没有预留洗碗机位置，相信没人会喜欢洗碗吧。我家当时水电结束想装的时候说不好改了，老公安慰我说他洗，后来啪啪打脸。最近老是刷到洗碗机提升家庭幸福感，越发的后悔了。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空空的2030师，清洗前摆放是真的麻烦，根本不存在彻底解放双手，稍微放不对就洗不干净。
而且别管几个碗，也要听它哗啦哗啦洗1-2个小时，耗时又耗电。关键它还需要额外耗材，什么光亮剂、软水盐、洗碗粉，一个也不能少，可比手洗的成本高多了。入住大半年就用了7、8次，有点后悔了。小东建议，要不要装洗碗机取决于家庭需求。如果人口少，平时也不咋做饭，就没必要装。要是天天在家做饭，碗筷还多的家庭，就非常建议装。这种花点小钱就能解决90%的饭后家务，节省出1日3餐的洗碗时间，洗得干净卫生，烘干后还热乎乎的，简直不要太划算。3. 中央空调制冷效率高，舒适感强，隐藏式安装，装修颜值也高，更节省空间，堪称是提高生活品质感的标配。没装的人后悔，网友向生活比个耶，我家房子本来就小，客厅又多出一个立式空调，占地不说，还很不方便，而且说到底也不如中央空调美观有档次。后悔没装中央空调，这种贵气风感也没办法和中央空调媲美。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是静静呀，说10个装中央空调的人，8个都后悔了，我就是其中之一。花大几万装的品牌中央空调，6匹1拖6，夏天的电费高的着实惊人，1个月基本都在2000度左右。还有中央空调的噪音还大，晚上开呼呼的声音非常明显，而且制热效果也很一般，和普通挂机差不太多，功能又少，维修还麻烦。小东建议，中央空调在装饰上可以与吊顶融为一体，整体美观性绝对更胜一筹。而且出风时不会直吹人，室内温控能力也强，舒适感是贵挂机不可比拟的。但中央空调压层高，维修难，耗电高，噪音大，也是实打实的缺点。所以中央空调更适合安装在大户型或者别墅用户使用。户型小、房间不多的普通住宅，还是使用柜机或挂机，性价比更高。4. 零冷水热水器。什么是零冷水？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有了这个功能，热水是即开即热，让你洗澡和淋浴时体验到秒出热水的幸福感。没装的人后悔，网友最爱这小曲，我家热水器安装在厨房，没装零冷水的。厨房水管离得近，差不多10秒内就能出热水，但卫生间离得远，大概1分钟左右才会出热水，等待时间长不说，还浪费水，有些后悔了。装了的人后悔，网友小妮子的家并不是选了零冷水热水器就可以，还要加装回水管做热水器循环，耗材大，成本高，是跑不掉的。而且想要实现零冷水，前提是要保证水管里一直是热水，所以即使你不用，热水器也会时不时的不停工作，每天听着轰隆隆的噪音声，真的很糟心。同时还要伴随着燃气、电费的成本增加，装了不敢用，也真是心塞又无奈。小东建议，零冷水热水器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它是需要花钱来提高生活舒适度的电器。如果你家面积大，用水末端离热水器距离太长，不想冬天遭等待几分钟冷水的罪，建议可以考虑上零冷水。否则房子面积小或者不介意多等一会出热水的话，不装零冷水省钱。以上这4种家电都是生活中口碑2极分化的电器，有人把它们当成宝，用过直呼真香，也有人对它们嗤之以鼻，用过几次就闲置吃灰了。因此建议大家考虑入手前要权衡好自己的实际需求，别白白花了冤枉钱，交了智商税。家电真的是1分钱1分货，价格越贵越好吗？家用电器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刚需，很多人为了追求高品质生活，不惜重金去购买高端家电，但其实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很多刚需家电选择基础款就能满足我们的需求，真的不必过分追求高价产品。尤其是一些高端家电，贵并不等于实用，或许仅仅是面子工程而已。比如本期分享的这4种家电，就不建议大家买太贵的，学会理性消费，不花冤枉钱。1. 电视机。现在的电视机市场产品真的越来越卷，50寸以下机型甚至800块就能入手，但这丝毫不影响高端机型的销售，甚至每年各大厂商还会推出很多新款产品。要说便宜的电视与贵的电视相比，两者的观影体验确实天差地别。上万元的高端机型不仅电视屏幕巨大，而且画质效果更加清晰流畅，同时还拥有高度化智能功能，甚至无需遥控器即可轻松切换节目。但是咱们购买电视前有没有认真想过，你家的电视能看几次呢？随着电子产品的兴起，现在回到家不是躺在床上刷手机，就是玩电脑、用平板追剧，除非家里人多的时候才会打开电视，烘托一下热闹的气氛。可以说，在大多数的时间里，电视机就是家里的一个摆设。
所以试问你买那么贵的，要那么多附加功能，到底有何用？小东建议，对于电视使用频率不高的家庭来说，选择基础款就好，没必要为新技术、更多功能买单。5000预算范围内，挑个大尺寸屏幕的即可，就算平时不看，摆放在客厅也显气派。2. 电热水器。热水器也是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电之一。很多人在选购电热水器时都会陷入纠结，究竟是买价格昂贵的，还是价格相对便宜的？说实话，储水式电热水器已经普及几十年了，技术发展到如今，就算几百块的产品，也能满足提供生活热水的基本需求。至于动辄卖到5、6千的高端产品，无非是增加了一些花里胡哨的功能，比如什么智能控制、提前加热、离子除垢等等。虽说听上去很高大上，却在实际生活中却并不常用。再者说，电热水器的使用寿命仅有8年，不管你材料再好，内胆再优秀，超过年限一样报废。而且从节能省电的角度来说，价格高的热水器因为智能功能多，反而会更费电。所以选购时只要关注核心功能和安全性就可以了，千万别被那些炫酷的附加功能所诱惑。小东建议，其实选购电热水器并不难，只要热水输出率不低于 90%， 功率不小于3000瓦，同时具备防漏电保护功能的，满足这3个条件，1、2千块价位的，同样是好产品。当然，如果家庭人口多，建议选择储水容量在60升以上的，才能确保充足的热水供应。3. 冰箱。目前市面上的冰箱不仅品牌众多，价格跨度也是高低不一，便宜的只要1、2千元，贵的则要卖到上万元。要说1000多的冰箱和4、5千的冰箱相比，在性能体验方面区别还是蛮大的。太便宜的冰箱不仅容量偏小，制冷技术落后，容易结冰霜外，保鲜效果也是不尽人意。但反观5000块钱的冰箱与上万的冰箱比较，使用上的体验差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所谓的高端机型，无非是在外观用料上更高档一些，看上去更高大上一些，里边的存储分区更精细一些，仅此而已。说白了，冰箱的本质工作就是食物冷藏和保鲜。虽说上万元的高端冰箱在保鲜技术方面有所提升，但食材放久了还是会出现风干、串味、腐烂等问题。而且冰箱再贵，保鲜技术再先进，也不如菜市场刚买回来的新鲜。所以对于选购冰箱，根本没必要多花钱。小东建议，预算在5000以内的，挑个颜值高的、容量大的，足可以满足日常所需。对于高端冰箱而言，溢价换来所谓的高科技保鲜、智能化体验功能，生活中真的很少会用到。4. 油烟机。要我说，家电行业里最大的智商税就是高端油烟机。这么说吧，厨房烟机发展这么多年，技术方面没见啥突破，但是产品价格却一年比一年高，真是离谱。现在市面上的油烟机几百块的也有，贵的则要卖到6、7千元。我承认，高端油烟机不仅在外观设计上做了升级，同时还增加了一些智能化体验，比如挥手感应、油烟自清洁等，但在排烟性能方面却没有很大改善。对比后你就会发现，价格便宜的烟机同样也能做到大吸力、大风压，与高端烟机相比，性能参数上差异并不明显。也就是说，你花高价购买的高端油烟机，换来的仅仅是外观上的提升以及智能化的便捷体验，仅此而已。但这些花俏的附加功能，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都不实用，选择基础款烟机，足可以满足日常需求了。小东建议，选购油烟机真不必追求昂贵的品牌和花哨的功能，只要风量在17米以上，风压大于300帕，噪音值小于65分贝，满足这些性能参数，2000块左右的烟机就非常优秀了。最后想说，无论买任何家电，最重要的还是看实用性。家用电器说白了就是用来方便生活的，不是用来摆设的。所谓的高端家电，很多智能化功能，其实咱们日常生活中根本就用不上，适合自己实际需求的才是最好的，才能让咱们的生活真正便捷舒适。家用电器在日常生活中重要性不言而喻，好的家电不仅省力舒心，还能提高生活质量。不好用的家电无疑会成为生活负担品，同时还存在用电隐患。比如本期分享的这5类家电，虽然表面看似没啥问题，但存在的潜在危害却很大，所以建议大家即使没坏也要及时更换，别给自己留麻烦。
一、超过使用年限的家电。前段时间，国内的一个老家电品牌突然火了，就因为一个网友晒出自家用了26年的洗衣机，获得大家的一众好评。但殊不知，家电其实都有使用年限，一旦超龄使用，隐患极大。不仅产品的质量下降，还会带来用电的安全隐患。不信你看看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在2020年制定的关于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相关标准，你就明白了。在我看来，这也是这些常用电器的退役说明书，其中详细的列举了如今家电的使用安全年限以及超期使用带来的风险隐患。就比如开头提到的洗衣机，安全使用年限在8年内，超期还在使用的话，会出现漏水漏电、噪音大、衣物清洁力下降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洗衣机一用就是20-30年，真的未必是好事。还有家用热水器，不管是电热水器还是燃气热水器，普遍都是6至8年的使用年限。超龄热水器隐患非常大，内胆积压杂质水垢，不但会污染水质，影响用水健康不说，还会出现固件老化、保温性能差，甚至漏电的情况。因此在这也奉劝大家，家用电器超过安全使用年限，即使不坏也要及时换掉，杜绝安全隐患。还有偷偷告诉你，目前很多电器厂家购买新家电都有以旧换新活动，非常划算。二、老旧技术的家电，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近些年国内家电行业技术迭代更新非常快，这就意味着一些旧技术家电的淘汰已经不能满足当下人们的使用需求了。就比如下面介绍的这3种家电，如果家里还在使用的话，建议要及时更换掉。第一种，制冷式冰箱。制冷冰箱家里的老一辈人都不陌生，它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产物，用过的人都知道，结冰结霜，冷藏式积水，容量还小，关键制冷速度慢，控温效果还差，比起技术先进的风冷冰箱毫无优势可言。第二种，定频式空调。传统的定频式空调虽说还在销售，但各大家电品牌都已经不再生产了，目前已经在淘汰的边缘了。相比于更先进的变频式空调，不仅噪音大、耗电高，而且温控能力差，室内不均衡，送风时也会让人感觉忽冷忽热。第三种，冷凝式烘干技术，最早应用在国内的第一批洗碗机、烘干机上，因为技术落后、设计不成熟，导致工作效率低、耗时长、费水又耗电。这类家电用过就知道，真的太坑人了。和现在的新技术，比如洗碗机的自动开门烘干、热风烘干，还有洗衣机的热泵烘干，根本没法比。所以家里还在用老旧技术家电的，建议及时换掉，能大大提高生活质量。三、高能耗的家电。这么说吧，家用电器产品与生活中的家具软装相比，本质上的区别就是家电不是一劳永逸的产品，后期在使用中还有产生耗电成本。这就不得不提我之前看到一个博主做的家用电器日常用电情况真实测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3级能效的空调、冰箱、热水器比1级能效产品日常耗电情况高出3至4倍不止。还有冬季一些常用的取暖设备，什么踢脚线取暖器、电油钉等，堪称是电费刺客，一点也不夸张。所以大家在买家电时，一定不要只看品牌和价格，而忽略了电器的能效等级，还有日常的耗电量。虽然高能耗的家电有价格优势，但却成了生活中真正的隐形电老虎，后期交电费时会让你苦不堪言，后悔不已。因此建议如果家里还有高能耗家用电器，也建议及时换掉，别心疼。4、不能自动断电的家电。说到生活中的电器，不管是大家电也好，小家电也罢，在出厂时一般都会有自动断电保护功能，就比如说电热水器漏电保护、燃气灶的熄火保护，还有电水壶的自动断电、电热毯的过载保护等等。这些功能无一例外的都是为了咱们在使用家电时杜绝安全隐患，所以在使用中一旦发现自动断电有损伤或失灵的情况，务必要马上换掉，不给安全留隐患。网友小鸟飞行员，我家的电蒸锅防干烧自动断电失灵了，太吓人了，缺水蒸干了，锅底都烧焦了，也没自动停下，多亏发现的及时，不然后果真不敢想。网友喜欢喝咖啡的猫，家里老的烧水壶烧水开了，没拔插头，结果跳闸了，闻到一股子烧焦味，还以为是电闸坏了，没成想是水壶水烧干了，真的是无语了。真没想到它不是自动断电。通过上述2位网友的真实经历，也告诫大家定期检查家中常用电器，特别是没有自动断电保护或者已经损坏的，千万要马上更换掉，别给自己和家人留安全隐患。5、不符合新国标的家电。家里还在用旧国标家电的，建议要立刻更换掉。
这类家电一般都是因为技术落后，还有安全等级、能耗方面未达到新国标标准，目前已经淘汰和禁止生产了。在这也给大家列举2个，都是安全隐患非常大的，看看你家里有没有。第一个，万能插排，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就是那种老式的万能插座，一孔多用，安全性非常差。这种所谓的万能插座，在设计之初，为了兼顾2插和3插都能使用，所以会出现插孔过大的情况，容易出现触电事故。此外，还有插片过热导致火灾的隐患。所以在2010年，国家就已经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了。现在新国标都是新5孔插排，2孔和3孔分开组合，安全性高，也降低了触电风险。第二个，直排式热水器，很多家庭还在使用。如果你在新闻上看到因为使用燃气热水器引发的一氧化碳中毒的悲剧，就是这类热水器造成的。因为技术落后，还没有排气管，所以在2000年之前就已经被禁止生产售卖了。听劝，安全无小事，有的话即使没坏也不要再用了，建议更换成技术先进且安全的强排式或平衡式热水器。